持續來關心伊朗這一次直接轟炸的是迪黎波里號，美軍的迪黎波里號。那麼另外一方面也擊落了12架的美軍的戰機。從戰爭到現在，這個毀滅性的報復已經正式的全面性的啟動了。美軍在這個時候，一位退役的軍官警告了美國失敗告終，他做了這樣子的預言。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天有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為什麼伊朗選擇要直接轟炸迪黎波里號？這是精準阻斷美軍接下來可能會進行的地面戰嗎？那麼第2個問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美軍的戰機其實在短短時間內接連的墜毀。今天我們會慢慢的來看有哪一些戰機哦，那背後是伊朗到底有哪一些戰術，還是說伊朗它有一些黑科技，有一些高科技武器可以擊落來自於美軍的這一些高價值的戰機呢？還是說美軍的制空權已經被徹底的打穿？第3件事情也會來關心，戰火升級為地面衝突的話，美軍真的會如退役的軍官警告的，美軍會面臨災難性的失敗嗎？另外比較弔詭的事情，也比較奇特的事情是，紐時在這個時候做分析，伊朗掌握了荷姆茲海峽，已經崛起成為第4強權，可以有能力改變全球秩序，真的是這樣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剛剛持續要來關心到的事情，就是在哈米尼死之後呢，遭到以色列斬首之後，確實伊朗大動作的報復性行動持續的進行當中。最新一輪啟動的是真實承諾4第98波的行動，戰果比以往還要更驚人。趕快來看到，包括了這個導彈是直擊美軍的迪黎波里號的2棲攻擊艦，迫使它撤離原本在部署的海域。導彈也襲擊到了以色列內部的集裝箱船，引發大規模的火災，並且對以色列發動了4輪，一共是數十枚的導彈，命中了主要的城市，重創它的軍工還有化工企業，造成至少20個人受傷。無人機還襲擊了科威特的美軍基地，摧毀美軍的衛星的一些設備。另外還擊落了1架是美軍的 MQ-9死神無人機，以及1架以色列它的這個無人機。好，為什麼這一次伊朗會特別選擇攻擊迪黎波里號呢？它的重要性就是因為它上面載有5000多名的美國的水兵，還有海軍陸戰隊的主力，可能被視為是過去要做陸戰隊的這個主力部隊。小檔案也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排水量高達了4.5萬噸，可以搭載 F-35B， 被視為是中型的航空母艦，而且可以快速的投送海軍陸戰隊等等的能力，被視為是美軍前沿介入戰的一個核心的節點。那麼其實從開戰到現在3日以來，是已經擊落了來自於伊朗的戰果12架美軍的各式戰機，包括了 F-15E， 還有 C-130， 1架 A-10跟4架黑鷹，還有2架小鳥直升機，2架MQ-9， 這是來自於伊朗最新做的一個統計。好，節目一開始也請教幹哥怎麼看了？為什麼伊朗選擇攻擊迪黎波里號？這是要預防美軍接下來的這個地面戰嗎？那麼美軍的軍機在短時間內一直遭到擊落，原因又到底是什麼？伊朗掌握了哪一些很關鍵的戰術或者是武器嗎？幹哥怎麼看？好，迪黎波里號2棲攻擊艦哈，那就是美軍在2次世界大戰最後的1944年啊，諾曼底登陸，它所汲取的最大的經驗值就是什麼呢？就是當你在要登陸之前的絕對空優是不能打折扣的。我一定要得到絕對空優，為什麼？因為只要來自天上的威脅，那地面上的陸軍是根本是不堪一擊。所以今天迪黎波里號它扮演的角色就是我們說過，它是閃電航艦，它也是2棲突擊艦，它重達4萬噸，它等於1半大小的美國航空母艦。大家知道，不管是福特號或者是那個尼米茲號，都是10萬噸的大船。那像這樣子的2棲突擊艦，它是45000噸。那4萬5千噸，它的艦上什麼東西都有，你想得到的東西都有，想不到的東西它也有，所以它一定要載着能夠突擊的 F-35，就是說那個隱形戰機，它先掃清了沿海面上的威脅之後，才能夠讓陸戰隊做了2棲的那個突擊艇，就是 LCAC 氣墊登陸艇。這樣才能夠上岸。平均，我們在看2次大戰電影的時候，你看那個登陸艇啊，要
慢慢的滑到那個德軍的炮火面前，大概從船上放下來就1個多鐘頭了。現在 LCAC 的兩棲的突擊艇，它氣墊上去，它只要差不多20分鐘，它就可以到那個海岸。但你說為什麼還要花20分鐘呢？因為船太大，不能靠太近，會擱淺。了解那個意思嗎？航空母艦更大，要停得更遠。再來，航空母艦怕飛彈，所以說航空母艦要停在200公里以外，要在射程之外，免得被革命衛隊給打中。那這次迪利波里號，它自己本身不但有 F-35，它還有登陸艇，它還有海軍陸戰隊。通常在介入像那個你說你要奪哈爾格爾島像這樣子的目標的話，5000名陸戰隊已經綽綽有餘了。可是問題在於什麼？《紐約時報》所報道的這一位這個退役的軍官，他是一個中尉軍官，他從美國特戰部隊退伍。他說：“你現在如果不派地面部隊的話，我不知道美軍的戰略意義跟戰術目的是什麼。”沒有錯，他講的非常有道理。我們也在節目裡面講過很多次了。如果美軍的地面部隊不介入的話，那你整個荷姆茲海峽你也拿不回來，那你將來在國際上的定位就會慢慢被別人恥笑。為什麼？因為人家會覺得說，川普你講了半天，結果你還是沒有真的打，你也沒有拿下這個所謂的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那這樣子的話，盟邦已經看你快要破了手腳了，結果你現在還真的沒有這樣做的話，坦白講，這一場行動到最後會以失敗或是不體面的撤退告終的話，那對於你將來的選舉就有很大很大的影響。再來講到說，那到底伊朗怎麼可能在短短不到1個禮拜之內擊落了12架美軍的戰機？其實有一些是因為它本身的故障，但有很多都是什麼？有很多都是伊朗用廉價的防空武器，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肩射式飛彈就能夠打下來的。我現在沒有 S-300那個1枚50萬美金的那種精密防空飛彈啊，但是我可以叫我的80節民兵在山頭上，在我的核電廠外面，我們就背着我們的 SA-7聖杯這個防空武器，這一枚飛彈長1.8公尺，很小一枚，然後重量呢1個兵就可以載得動，跑來跑去，只要你飛到它射程範圍之內，它就可以把你打下來。甚至你要注意，伊朗革命衛隊可能還有潛藏着更精密的飛彈，只是還沒有拿出來用而已，就等着你的登陸部隊入侵，他才會拿出來用。所以這個軍官他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好，那同樣的問題，尚志哥又怎麼看呢？其實有關於這個迪利波里號，當然伊朗就是說他們攻擊了，但是呢，隔天美國的這個中央司令部就立刻說没有任何的部分的攻擊。我覺得迪利波里號到底有沒有被攻擊，還是蠻重要的。首先，它船上部分有2000多名，將近2500名的這個特種部隊在上面。如果真的被打到了，而且死了若干人，這真的就是宣戰嘞。就是說，我們現在看美國要不要地面部隊進去，這個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可是，如果現在伊朗實質就把美國2000多個士兵打死，這個也是很恐怖的。這也是另外一個，就大家就撕破臉了。所以我認為這次我們在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於是美國方面的，因為不可能會信他，但是當然會逼退你，給你一些威脅，希望你不要靠近，這是一定会有的。而且现在除了这个迪利波里号，还有另外一艘全狮号，上面也有2500名。所以我看我们这几艘船舰可不是一般我们看美軍的船艦被攻擊，因為上面有那麼多的特種部隊。那麼這兩期的特種部隊的時候，一旦有比較大幅度的人命傷亡，這真的就是對美國全面性的宣戰。所以這裡頭大家還是要特別關注這個部分的這個拿捏。我認為伊朗也不會那麼笨啊，哈。所以現在我們來看到的部分，主要還是在現在有關於已經確實是美軍方面已經集結了。到底要不要拿下整個在紅海地區的一些島嶼？到底要不要地面部隊這件事情？除了現在美軍集結，我看現在全世界在討論的部分，還是在於美國真的要發動，當然他們有那個實力，但是真正打起來，大家現在盤點的不是你要有1萬、2萬特種部隊，5萬的美軍是不是都下去到伊朗的國土？主要還有補給的問題。最近大家開始在盤點美國，因為現在看起來
幾次這個川普一副就說真的要打了，而且感覺川普現在如果沒有某一個勝利的話，他真的很沒有面子哦。再加上現在美國五角大廈有這麼關鍵的幾個軍事的人士都被撤換，所以看起來是疑似還是真的會往下打。所以大家就覺得好像往下打的時候，所以開始認真盤點整個美軍當中如果往下打。要知道，因為美國畢竟還是在遠方，所以他們畢竟還是得靠所謂的包括有美軍基地的確實持續的補給，而且要考慮到他們一旦有任何可能，因為伊朗能夠攻下來，我們看烏克蘭戰爭一樣，在烏東地區，你終究還要攻下一些所謂的這個前進的陣地。重要的要塞拿下來之後，你才能不斷的鋪開。你拿下來的時候，這個地方固穩了，繼續補給。現在真的，伊朗在整個波灣沿海地區，包括荷姆斯海沿海地區，這個部分真的很少，就有幾個點你攻下來，裡面是空空如也。你在美軍在那邊也會餓肚子。所以現在看起來，伊朗也有很多的不是都能打，迪利波里不是都能打。美國要真的要去打，要去盘算後面的補給，仔細算，大家都還沒有準備好。好，所以這場仗到現在這麼久的時間，川普看起来恐怕還是會持續的、繼續的調派更多的軍力。不過此刻呢，這位是美軍的退役軍官了，他出來做了一個示警，他是安東尼。阿奎勒他說，這一場戰爭其實一開始就是戰略性失敗，而且呢，你接下來如果真的發動所謂的地面戰，美軍會面臨災難性的損失。不過在這個時候，《紐約時報》也做了一個分析，他認為說，荷姆茲海峽控制數個月的時間，甚至數年，就會重塑全球的秩序，是對美國不利的。他認為伊朗正在迅速崛起，成為第4強權。大使同意這樣的說法嗎？第4強權有一點誇張，因為伊朗本來的軍力全球排名第17，他並沒有他的軍力增加，而且他軍力是退後，而且他這次被打得蠻慘的，只是說這個國家很耐扛，很耐打，而且意志力堅強，他可以說他的精神戰力超過他實質戰力，是對，所以他沒有大規模啊，就是說侵略或者入侵別國的能力。倒是說，美國以這種超級強權、1年上兆美元軍費的國家，他因為不敢使用地面部隊，所以呢，就看起來對於伊朗這個國家好像是束手無策。那伊朗再加上他過去10年他的戰略發展方向，我認為是蠻聰明的。他事實上要建立強大的空軍，可能跟美國還是有很大的差別。那麼他建立強大的海軍，對他來講，可能也是幾天之內通通被打光。所以他的重點就在導彈，重點就在無人機。那這2項武器就讓他能夠今天啊，一個成本沒有那麼高，第二個呢，他隱蔽的方式，他的這個機動性高，隱蔽能力強，因為伊朗到處是崇山峻嶺。這一次美軍就在思算在伊朗的這個導彈摸不清楚到底還剩下多少顆，俄羅斯說還有3000多顆了，對，美國也有說還有1/2，都搞不清楚，所以就變成他其實是戰略上是很聰明的，他發明這2個武器。那我們一直會說伊朗的飛機怎麼爛成這樣子，防空武器也爛，可是他現在打仗他就靠這2個。另外他手上一個沒有錯，他這個就是說荷姆斯海峽，這荷姆斯海峽事實上真的是易守難攻，易守難攻。那美國為什麼現在川普卡在這個地方？你今天說實話，你不敢去攻這些荷姆斯海峽，在那邊把你的大量人力你現在迪利波里號，你上面3500名陸戰隊，你去攻啊，不見得打不下來啊，對，你去攻，可是問題可能你有一半會傷亡，有一半可能有上千個在那個浮屍飄在那個波斯灣上面去為啥川普承受不起啊？因為美國老百姓會說，有這個必要嗎？我們跟他有深仇大恨嗎？本來不是還可以過嗎？為什麼要死了那麼多人，也沒打下來？然後呢，你要去炸他的油田呢？說實話，你要把荷姆斯海峽變成一個沒有用的海峽的話，你就是把波斯灣裡面的油田跟它的天然气通通把它毀掉，荷姆斯海峽就沒有必要了。那可是問題，你把它都打掉以後，你美國也受不了。對，那其他國家也怪你啊，歐洲現在怕得要死啊。那還有這些川普最近在罵的日本、韓國，
英國通通罵，人家為什麼不跟你美國站在一邊？就是怕斷油斷氣嘛，很清楚嘛。所以在戰略上，川普是沒有想清楚，貿然出兵，以為4天就解決了，現在馬上要邁入40天了，看他怎麼辦。對，好，謝謝大使。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